凌晨3:25，我忽然收到了自己发来的语音消息。我好奇地点开，里面传出来一个女人有气无力的惨叫：“不要低头，不要低头看床底！”我被吓了一颤，这个声音我再熟悉不过了，正是我自己的声音。而来信时间显示在5分钟后。紧接着，我收到了一则新闻推送。据报道，一个连环杀人犯正在信江区藏匿，最近的一次作案地点为信江区某居民楼，死者为一名年轻独居女性，四肢都被砍断。警方估算死亡时间在凌晨3点半左右，请广大市民朋友不要轻信陌生人的话，不要随意给陌生人开门，做好自我防护。我越看心里越是慌张，发现那个女人的家中摆设甚至连睡衣都和我的一模一样，而她头转向的方向竟然是床底。我承认我被吓到了，下意识看向墙上的钟，现在的时间凌晨3:27，还有3分钟就是3点半。我把头蒙进了被褥里面，害怕的直打哆嗦，脑海里全是刚才微信收到的信息，不要看床底。我死命地抓住被褥，结果啪嗒一声，我的手机不知道怎么就掉在了地上，同时地板上也传出来莫名其妙的声音。我清晰地知道，那个声音根本不是头顶传来的，而是我的床下。这时手机铃声忽然响起，我被吓了一个哆嗦，惨白的手机灯光映照在屋子里，无数的信息提示音也跟着不断响起。我真的不敢捡，但奈何手机铃声一直响个不停，于是我鼓起勇气，紧闭双眼，以最快的速度摸向地上的手机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突然下意识地睁开了眼，一张戴着面具的脸正死死地盯着我，我就像是被定住了，想叫怎么也叫不出来。我看到床底下那个人咧着嘴，然后伸出一只带着伤疤的手，我尖叫一声，疯了似的爬起来朝着门口跑去。可是刚跑就被一只手捏住了脚腕，我急哭了，拼命地挣扎，可是无济于事。很快，我的手上传来彻骨的疼痛，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又是一刀猛地扎下来，最后我的四肢都被砍断，我无力地瘫在地上，身体愈发的冰冷。我看到了时钟，时间1分1秒地走着，刚好3点半。我的眼前逐渐变得模糊，仿佛时间静止了，全身上下已经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了，嘴里的鲜血不断往出喷涌着。这个时候，我仿佛看到了床上的自己，我看到了面具男就藏在我的床下，他手里的刀泛着光，而我正在玩手机。我拼命喊着，身体正巧压在了手机上，不要低头，不要低头看床底。